英伟达和 Meta 正在抢着跟一家你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公司合作，它能让价值几十万美金的 GPU 效率直接翻3倍，还能帮 Meta 把超算集群的综合成本砍掉80%。很多人在 AI 赛道里追着英伟达跑，却完全忽略了这个真正的隐形冠军。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 AI 行业里最被低估的一个核心环节——存储。你会明白为什么 GPU 再快，没有好的存储也只是一堆昂贵的废铁。你会看到一家用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颠覆了整个硬件行业的公司，它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为什么连行业巨头都无法轻易复制？最重要的是，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投资判断和入场点位，帮你避免在已经涨了10倍的存储股里追高接盘，抓住下一个可能翻倍的机会。说到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 AI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算力还是数据？是能造出更快的 GPU 重要，还是能让这些 GPU 一直满负荷运转更重要？你更占前者还是后者？我会认真看大家的每一条留言，遇到有代表性的观点或者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展开讲。如果你也想把 AI 投资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关键的估值和入场点位的时候，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过去1年，如果你买了存储芯片相关的股票，比如美光，你应该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很多人甚至拿到了10倍以上的收益，整个存储行业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上涨。但问题来了，现在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存储股都已经涨到了历史高位，你现在再进去很可能就是那个最后接盘的人。但你知道吗？在存储这个万亿级别的赛道里，还有一家公司，它的涨幅远远没有到头，甚至很多主流机构都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建仓。它不是一家普通的存储芯片公司，它做的事情比单纯卖芯片要重要得多。很多人对 AI 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他们觉得 AI 就是拼 GPU， 只要有足够多的英伟达芯片，就能训练出最好的大模型，就能在 AI 时代胜出。但这个认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而且错得非常离谱。你想想，如果你有一个世界上最快的厨师，他1分钟能炒100道菜，但是给他配菜的人1分钟只能端上来1道菜，那这个厨师大部分时间在干什么？他只能坐在那里，双手插兜，等着配菜送过来。他再快也没有用，现在 AI 行业的 GPU 就是这个状态。一块最新的英伟达 Blackwell GPU 每秒能处理的数据量是惊人的，它的算力比上一代产品提升了好几倍。但如果存储系统的读写速度跟不上，这块价值几十万美金的 GPU 可能90%的时间都在空转。也就是说，你花了100万买的 GPU， 实际上只用到了10万块钱的价值，剩下的90万全浪费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随着模型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的大模型参数已经从几十亿涨到了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训练一个这样的模型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是 PB 级别的。你知道 1PB 是什么概念吗？ 1PB 等于 1024TB 等于1048576GB。如果把 1PB 的数据存成普通的手机照片，能存超过2亿张。而现在像 Meta、OpenAI 这样的公司，他们正在处理的是超过100PB 级别的多模态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文本、图片、视频、音频，要把这么多的数据快速稳定地输送给成千上万块 GPU， 让他们一直满负荷运转。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工程难题。很多公司花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建了 AI 超算集群，结果最后发现 GPU 的利用率连30%都不到，大部分的算力都浪费在了等待数据上。这就像你花了1个亿建了一条高速公路，结果每天只有几辆车在上面跑。而 Pure Storage 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它不是一家普通的存储硬件公司，它做的事情是让那些昂贵的 GPU 真正能发挥出100%的性能。Meta 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也是最早和 Pure Storage 合作的公司之一。他们在建设自己的 AI 超算集群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让他们头疼了很久的难题。他们有足够多的 GPU， 也有足够多的数据，但无论怎么优化， GPU 的利用率始终上不去，大量的算力都白白浪费了。他们试过了所有主流的存储解决方案，包括戴尔、惠普、NetApp 这些巨头的产品，但效果都不理想。直到他们遇到了 Pure Storage。Pure Storage 给 Meta 提供了一套专门为 AI 训练设计的存储解决方案。结果是什么？ Meta 的 GPU 利用率直接从不到30%提升到了90%以上，整个超算集群的综合成本直接降低了80%。你没有听错，是80%。
这意味着 Meta 原来需要花100亿才能建成的超算集群，现在只需要花20亿，或者说同样花100亿，他们能得到原来5倍的算力。现在 Meta 所有的 AI 训练集群用的都是 Pure Storage 的存储系统，他们正在用这套系统训练他们下一代的多模态大模型，而且他们还在不断的和 Pure Storage 深化合作，一起开发更先进的存储技术。英伟达也很快发现了 Pure Storage 的价值，他们在开发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的时候，直接把 Pure Storage 的存储方案集成到了架构的最底层。也就是说，现在任何一个用 Blackwell GPU 搭建的 AI 集群，想要发挥出最大的性能，最好的选择就是搭配 Pure Storage 的存储系统。英伟达甚至在自己的官方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 Pure Storage， 把它称为 AI 计算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这就很有意思了。英伟达是谁？它是整个 AI 行业的绝对霸主，能让英伟达主动绑定，甚至在发布会上专门推荐的公司，整个行业里没有几个。现在 Pure Storage 的单季营收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握着超过37亿美金的未交付订单，这些订单都是未来几年确定会到账的收入，这对于一家硬件公司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传统的硬件公司根本不可能有这么稳定的预期收入。很多人会问，存储这个东西不是有很多公司在做吗？戴尔、惠普、NetApp 哪个不是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巨头？他们有技术、有资金、有庞大的客户基础，为什么偏偏是 Pure Storage 脱颖而出？为什么这些巨头做不出和 Pure Storage 一样好的产品？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 Pure Storage 走的是一条和所有传统存储公司完全不同的路线。它的护城河是3位一体的，很难被单纯的硬件商或者软件商取代。首先是它的软硬一体化能力，传统的存储公司本质上都是卖硬件的，他们从上游厂商那里买来硬盘、控制器、服务器，然后把这些零件拼起来，再装上一个通用的存储软件就卖给客户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供应链管理和销售渠道，而不是技术。但 Pure Storage 不一样，它的硬件和软件是完全自己设计、自己整合的。就像苹果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零件拼起来，而是从底层开始让硬件和软件完美适配。它的每一个硬件组件都是为了配合它的软件而专门设计的，它的每一行软件代码都是为了最大化硬件的性能而写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性能。同样的硬件配置， Pure Storage 的系统读写速度能比传统存储系统快好几倍，而且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远远超过传统系统。你想想，苹果的手机硬件配置其实不是行业最高的，但它的体验却是最好的，就是因为它的软硬一体化。 Pure Storage 在存储行业做的就是和苹果一样的事情，除了软硬一体化， Pure Storage 还在不断突破物理极限。它的存储系统拥有行业最高的存储密度，同样的空间里，它能存下比别人多好几倍的数据，这对于数据中心来说太重要了。数据中心的空间是非常宝贵的，每一寸空间都意味着成本，能在同样的空间里存下更多的数据，就意味着能降低更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省电50%以上。你可能觉得省电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一个大型 AI 超算集群来说，电费是最大的成本之一。一个拥有1万块 GPU 的超算集群，一年的电费可能就要几个亿，能省50%，那就是几个亿的纯利润。而且随着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节能减排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谁的系统更省电，谁就会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但这些都还不是 Pure Storage 最厉害的地方。 Pure Storage 最厉害的是它彻底颠覆了硬件行业的商业模式。传统的硬件公司都是一锤子买卖，我把设备卖给你，收你一笔钱，然后就跟你没关系了，下一次你要升级还要再买新的设备。这种模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周期性很强。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花钱买新设备，公司的业绩就会很好。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都收紧开支，不买新设备了，公司的业绩就会一落千丈。而且客户每3到5年就要换一次设备，这意味着公司每3到5年就要重新争取一次客户，客户流失的风险非常高。但 Pure Storage 把硬件做成了订阅制，它的 Evergreen 订阅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用一次性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买设备，你只要每个月付订阅费就能用它的存储系统。
而且只要你一直订阅，它会免费给你升级硬件和软件。也就是说，你永远不用再担心设备过时的问题，你的系统会一直保持在最新的状态，你也不用一次性投入大笔资金，只需要按照实际使用量付费就可以了。对于客户来说，这太有吸引力了。你不用承担设备贬值的风险，不用一次性占用大量的现金流，也不用自己费心去维护和升级系统，所有的事情都由 Pure Storage 帮你搞定。对于 Pure Storage 来说，这个模式的好处就更大了。首先，它有了持续、稳定、可预测的现金流，它不用再担心经济周期的影响，因为不管经济好不好，客户只要还在用它的系统，就会一直付钱。其次，客户一旦用上了它的系统，就很难再换掉，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存在上面，迁移数据的成本非常高，而且非常麻烦。客户宁愿一直付订阅费，也不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冒着数据丢失的风险去迁移到另一个系统。这就是为什么 Pure Storage 的客户留存率能达到95%以上，这个数字在整个企业级软件行业里都是非常高的。更不用说在传统的硬件行业了，很多人说 Pure Storage 根本不是一家硬件公司，而是一家软件公司。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它卖的不是硬盘，不是服务器，而是存储服务。它的商业模式和 Salesforce、Adobe 这些 SaaS 公司其实是一样的，但它又比普通的 SaaS 公司更有优势。因为普通的 SaaS 公司客户切换成本虽然高，但还是可以切换的，而存储系统的切换成本要高得多得多。一旦你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在了 Pure Storage 的系统里，你就基本上被它锁死了。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Pure Storage 简直就是完美的投资标的？它解决了 AI 行业最核心的痛点，有英伟达和 Meta 两大巨头背书，有别人无法复制的护城河，还有完美的商业模式。但你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么好的公司，难道就没有风险吗？当然有，而且风险还不小。如果这些风险你没有考虑到，很可能会亏得很惨。首先，它的竞争对手都非常强大，戴尔、惠普、NetApp 这些都是在存储行业做了几十年的巨头，他们有庞大的客户基础，有成熟的销售渠道，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一旦他们也开始重视 AI 存储这个市场，投入大量的资源去研发 Pure Storage， 肯定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比如 NetApp， 它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存储解决方案，而且已经拿到了不少订单。戴尔也在和英伟达合作，推出了集成了英伟达技术的存储系统。这些巨头的进入肯定会分走 Pure Storage 的一部分市场份额，但我觉得 Pure Storage 和这些巨头其实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那些巨头什么都做，从服务器到存储到网络，什么都卖，他们是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商，而 Pure Storage 只专注于 AI 存储这一个领域，它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这一个点上，在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里，专注往往比全面更有优势。Pure Storage 可以把产品做到极致，而那些巨头很难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做到最好。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里， Pure Storage 仍然会是 AI 存储领域的领导者。但它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商业模式里天生的缺陷，也是很多人不看好它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价权是有限的。你想想 Pure Storage 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帮客户省钱。他告诉客户，你用我的系统能帮你把 GPU 利用率提高3倍，能帮你把成本降低80%。客户之所以愿意付钱给他，就是因为他能帮自己省钱。那如果 Pure Storage 开始大幅涨价呢？如果它涨的价格超过了客户能省下来的钱，那客户为什么还要用它？客户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更便宜的方案。所以 Pure Storage 永远不可能像英伟达那样拥有无限的提价权。英伟达的 GPU 你不买就没有，全世界只有它能造出来，所以它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客户只能接受。但 Pure Storage 不行，它的产品是有替代品的，虽然替代品的性能不如它好，但如果价格足够便宜，很多客户还是会选择替代品，这就限制了它的提价空间。它只能在帮客户省下来的钱里分走一部分，而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自己拿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很多人在分析 Pure Storage 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觉得 Pure Storage 和英伟达一样，都是 AI 时代的卖水人，但其实他们的商业模式和定价权有着本质的区别。英伟达是垄断性的卖水人，它可以定任何价格，而 Pure Storage 是竞争性的卖水人，它的价格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这就决定了
它的利润率永远不可能达到英伟达那样的水平。除了定价权的问题，它现在的估值也确实不便宜。目前 Pure Storage 的市值是255亿美金，市盈率是140倍。这个估值对于一家硬件公司来说是非常高的，甚至比很多软件公司的估值还要高。这意味着市场已经给了它非常高的预期，市场已经把它未来几年的高速增长都提前算到了股价里。如果它未来的增长稍微不及预期，股价就很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比如，如果它下一季度的营收增长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30%，而是只有25%，那它的股价很可能会跌掉20%甚至更多。这是高估值股票的通病，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大幅波动。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完全放弃这家公司呢？当然不是，我觉得 Pure Storage 仍然是 AI 时代最值得关注的公司之一。它解决的是 AI 行业最核心的痛点之一，而且它的解决方案目前是行业最好的，它的商业模式也让它拥有了传统硬件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AI 存储这个市场未来的增长空间是非常大的，随着大模型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建设自己的 AI 超算集群，对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会呈指数级增长。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 AI 存储市场的规模会超过1000亿美金。Pure Storage 作为这个市场的领导者，只要能保持现在的市场份额，未来的增长是非常确定的。但问题是，现在的价格确实太贵了。现在入场，你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你能获得的收益。如果它能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未来几年股价翻个2-3倍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它的增长不及预期，股价跌掉一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现在追高，耐心等待。市场永远不缺机会，缺的是耐心。如果 Pure Storage 能回调到65美金以下，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场机会。这个价格已经充分消化了它的估值风险，同时也保留了足够的上涨空间。如果它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未来3到5年它的股价翻个2-3倍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你一定要记住，投资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任何投资都有风险。Pure Storage 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超越，可能会遇到技术瓶颈，可能会因为宏观经济的原因导致客户减少支出，这些都是你需要考虑的风险。所以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只股票上，一定要分散投资，控制好仓位。即使你再看好一家公司，也不要把超过20%的仓位都放在它身上。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让你对 AI 行业的投资逻辑有了新的理解，那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更多 AI 时代的隐形冠军，帮你找到那些还没有被市场充分发现的投资机会。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说一点，我们现在都在说 AI 革命，但很多人只看到了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公司，比如英伟达、OpenAI、Meta， 却忽略了那些支撑着整个 AI 大厦的基础设施。存储是其中之一，还有网络、电力、散热、芯片制造等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环节，其实才是 AI 时代真正的基石。而那些在这些环节里做到极致的公司，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惊喜。很多人喜欢追热点，喜欢买那些所有人都在谈论的股票，但真正能赚大钱的，往往是那些在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就提前布局了那些隐形冠军的人。希望这期视频能帮你打开一个新的视角，让你看到 AI 行业里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机会。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本视频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所有涉及到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出